好，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，我们讲一讲怎样使用航拍功能。其实，在前面怎么设置标记高度的时候，我已经提过，有一些航拍模拟呢，你其实可以通过取景框的方式就可以来模拟出来。但是取景框有一个局限性呢，就是它没法模拟俯视的这种情况，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引进了一个航拍工具。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，最后一个第6个工具就是航拍，或者你可以点击菜单，下面这里有个摄影工具，选择这个航拍，第6个也可以，两边是一样的。选择航拍以后呢，这边就会出现一个框框，地图外面就会有一个阴影，中间这一块就表示说你这样一个无人机，你的玉兔 Pro 这个无人机在飞行高度6000多米的情况下的一个视野。当然了，这个视野实际上我们无人机没法飞那么高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地图往上缩放就可以了。缩的同时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飞行高度有个指示，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高度，那就是可以飞到的。那在这样一个高度的情况下呢，我们这个视野俯视的看啊，能看到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比如说我们到朗普大桥这里来，好，500米的情况呢，我们就可以拍到这样一个画面。这边呢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无人机。一般来讲，这些无人机的焦距都差不多，比如小25，御 Air 的话24，那御 Pro 呢26，御2 Pro 呢是28，差不多。那精灵呢也是24，都差不多的。那如果用雾的话呢，你这边就有一些镜头可以选择了。如果说你用的一个无人机不在这里面的话，你只要知道它的焦距是多少，你都可以点击这个焦距，然后可以调整过去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这边唯一用的一个参数就是它的焦距，焦距决定了你的视野嘛。我们也可以对这个地图进行倾斜啊，就是倾斜的话，我现在必须要用手指进行操作，我这样手指一拉就可以斜过来了。我也可以旋转它，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多少米，因为一旋转的话，它的角度就会低了一点嘛，所以我这边可以调，比如说调到500米的情况下。这是我能看到的一个角度，我也可以再倾斜一下都可以。然后这样我就可以知道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，我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视野。我甚至可以模拟我要飞行的这个轨迹，慢慢这样拖，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构图是不是我想要的。在这边呢，我觉得如果要旋转的话，我可以进行旋转一下，然后看到不同的一些画面，这样对，在你在飞上去之前，你心里就有一个预期了啊，这样可以节省你的器材的损耗和电池的损耗。好，在任何时候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呢，你就可以恢复到这个俯视的状态了。好，这个功能实际上我们目前来讲还是仅仅是做了一部分，后面还有航道规划的功能，我们后面有时间也会接着把它做起来。这样呢，就可以一边提前就可以把你整个航道的这个过程都给走一遍，更有目的的能够使用这个航拍模拟的功能了。好，另外呢，大家也不要局限在这个航拍一定是无人机的航拍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坐飞机或者坐直升飞机上去。那这样的话，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镜头。假设我选择带75毫米的镜头，这边呢，我用无人机，我可能飞到几公里以上的天空，我就知道在6公里这个天空，如果用75毫米的镜头呢，我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画面。那这个功能就会很有用了，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坐直升飞机飞上去或者小飞机飞上去，都问自己我要带什么样的镜头最合适。那当然这取决于你打算怎么拍摄它，以及你飞行的高度。这些如果你从飞行员那里知道了这些飞行高度，你就可以在这边看一看，在不同的高度的情况下，用不同的镜头，你的这个视野是不是你想要的构图。如果第一次去飞的话呢，就非常有帮助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局限在仅仅是无人机的航拍。所以这个之所以称之为航拍，不是无人机航拍，原因就在这，它是包括了任何航拍的一些构图的模拟都可以做出来。